喺香港睇獸醫收費喐啲都要過萬，但有寵物主人話遇上費用爭議、醫療事故等，往往好難追討獸醫責任。現時投訴機制究竟係點嘅呢？獸醫監管機制係咪足夠呢？歡迎收睇時事多面睇。獸醫管理局喺2019年至到2023年9月接獲200幾宗投訴，大部分涉及罔顧對動物嘅專業責任，包括不適當處方藥物、手術失敗等。但最終只有唔夠1成個案可以進入紀律研訊，點解呢？獸醫 Jane 呢一日為狗狗 Billy 做檢查，先觀察 Billy 嘅表現同有冇外傷，之後聽心跳，之後由頭到尾仔細檢查。Animals can't talk, and we rely a lot on owner reporting. So one of my big advices to owners and when I'm trying to diagnose disease is getting an accurate history. The next thing I do is obviously do the clinical exam, and we examine all the body organs, the mouth, the ears, the eyes, listen to the heart. The whole process is very systematic. 如果做齊觀察、檢查同問診都未發現動物到底邊度出問題， Jane 就會考慮驗血、驗尿或者照 X 光等嘅化驗程序。佢話係咪做化驗好靠獸醫嘅經驗同判斷。Sometimes tests aren't actually necessary. Tests aren't everything. They're only part of it, okay? I mean, even with tests, sometimes you can't be 100% sure what's going on. Same with humans. You know, we don't always understand disease. We can't be right every single time. It's impossible. By learning and seeing more, you actually get better. 佢又話：獸醫會向主人解釋清楚唔同價錢嘅測試同化驗對診斷病症有咩幫助。最重要嘅係獸醫同主人之間嘅溝通同信任。As I say, give owners choices. I explain this is the gold standard. This amount of tests will hopefully give us the answer and help us progress. But there's no cheaper is better or more expensive is better. It really depends. And sometimes actually listening to the heart will give us a lot of information. So, you know, this doesn't cost anything, yeah? So I think it really depends. 阿信嘅狗仔包包舊年確診一種犬隻常見嘅癌症黑色素瘤。佢喺獸醫建議之下，為包包做手術割走腫瘤，並喺之後嘅1年定時做化療。佢就同我講：不如咁啦，橫掂都要割啦，同埋全身麻醉，不如割晒佢啦，好唔好啊？我梗係應承佢啦。咁結果當日做咗手術之後咧，就割晒所有嘅，佢同我講啊，所有嘅嗰啲瘤咧就割晒啦。佢話下邊個脷底都割埋，割得好乾淨。佢都同我講咗就係話冇翻發，全部正常。今年8月，包包身體唔舒服，阿信再帶佢求醫。獸醫話包包有胰臟炎，但阿信再轉睇另一個獸醫同腫瘤科專家就有唔同發現。佢即刻叫個護士撳住個包包，擘開個口俾我睇。嗰下我先至用電腦好清楚睇到嗰粒黑色素瘤咧係同粒牛丸咁大咧冇分別嘅。我先知原來咁嚴重。最後佢發現包包咧有心臟有雜聲，而雜聲係好嚴重。佢問我舊診所嘅醫生有冇同我講，我話冇啊。佢話冇理由聽唔到嘅喎，呢啲我哋做醫生一聽就知道佢有心臟病喎，點解冇同你講嘅？我話唔知。阿信前後花費近40萬為包包醫病，但佢最終不敵病魔離世。阿信之後更加發現，舊年嘅手術入面，第一位獸醫根本冇割除整個腫瘤，而係割咗部分組織化驗。阿信認為獸醫故意隱瞞病情，向獸醫管理局投訴。但局方單係判斷可唔可以展開研訊，就要花9個月。基本上成個程序係要你自己寫口供，係你要自己揾證據，要你自己揾晒所有醫療報告，係你自己去舉證。佢係唔會協助你嘅。第一次，咁所有嘅嘢我做好晒，我用咗好多時間。我9個月後咧，我先知道個結果。但係個結果咧，唔係話俾你聽佢定唔定罪，即係話俾你知佢會唔會開庭審，快則就年幾。慢都要2、3年㗎啦。獸管局係本港負責發牌同規管獸醫嘅法定機構，成員有19人，另外亦有18位評審員。根據指引，局方喺處理投訴嘅時候，會先成立初步調查委員會，再決定係咪將個案轉介至研訊委員會。
加入2個委員會嘅成員各有3人，包括獸管局內2名註冊獸醫同1名業外委員。有大律師認為，目前處理獸醫投訴時間偏長，主要因為獸管局人手有限。因為多咗投訴，而要處理投訴嘅呢，其實都係一啲有第二啲職務嘅一啲獸醫，或者佢係本身有第二啲公職嘅人士啦。咁所以佢哋個性質嚟講就唔係 full time 去處理呢啲投訴案件啦。咁人就係咁多，咁對比起我哋睇醫委會嗰啲部分，可能就係佢哋應該考慮下會唔會可能加翻多啲嘅委員啊去處理呢啲問題咯。佢話參考涉及病人死亡嘅醫療事故調查，除咗病人醫療記錄，亦會有法醫驗屍報告。但截至舊年9月，全港1169名註冊獸醫入面，只有幾位有病理學專業能夠為動物驗屍判定死因。因此，單憑投訴人提出嘅證據同獸醫報告，要成功舉證有一定難度。動物呢就冇呢方面嘅嘢嘅，就係要個主人去主動去揾有冇一啲嘅獸醫又好，或者漁護署好，會唔會可以幫佢哋做個遺體剖驗呢？咁變相嗰個即係叫責任就去咗個主人嗰方面，就相對係難嘅，或者要相對嘅即係要花費嘅錢啊，都係多咗啦。咁而且喺香港嚟講，其實有呢個專門知識咧嘅一啲獸醫都相對少嘅。咁我知道要嘅話，咁我都要揾嘅。咁但係人就係得咁多啦。佢建議當局考慮將過往涉及獸醫失當同疏忽嘅案例同判詞開放俾公眾查閱，讓市民、獸醫同律師等等參考。透過呢咁嘅案例，我可以知道嗰條線喺邊度咯。我個期望一個獸醫佢個水平應該喺呢咩位置呢？甚至調翻轉，如果我係獸醫，我可以睇到我日常去執業嘅時候，我係應該要點做？我標準應該係去到達到咩水平嘅？對大家其實都係好事嚟嘅。有立法會議員就認為，雖然唔係所有疾病都能夠醫好，但獸醫都有責任清楚交代治療方法同治癒比率。可能佢睇個症狀，咁可能佢經驗豐富啲嘅，覺得就係可能都會多唔同嘅症狀出嚟，咁可能就會用唔同嘅角度啊、方法啊，去影多幾張嘅 X 光片去做個診斷啦。咁有啲可能即係佢未必睇到嗰個嘅病況，咁可能就會影少啲嘅 X 光片。當然每一個治療我哋都係有一定程度有機會醫得到，有機會幾多成係醫唔到。咁我相信喺醫治過程當中都要同個事主講清楚。根據註冊獸醫實務守則，獸醫必須提供診症、例行化驗同程序嘅收費一覽表，但冇要求直接張貼出嚟。梁子穎話：市面獸醫收費不一，如果收費同醫生專長都能夠展示俾市民，能夠增加透明度同求診市民嘅信心。有啲嘅獸醫可能佢經驗豐富啲，收貴啲，我哋冇反對嘅。但係就係有時有啲嘅市民覺得佢俾貴啲佢都捨得嘅。咁但係最大問題就係我錢又俾咗，又俾得貴，但係服務原來係同嗰個收費係兩碼子嘅情況嘅。未來係咪都可以要求高啲，可以將佢個價目表貼咗喺佢鋪頭嗰度咁，或者佢講多少少究竟個佢專長喺邊度啊？醫邊啲動物啊？咁過往經驗係幾多啊？根據獸管局資料，本港過去5年每年平均收到大約43宗獸醫投訴。再翻查紀律研訊資料，舊年有8宗投訴獸醫失當或疏忽嘅個案成立，全部處以書面譴責，並要求相關獸醫修讀指定時數嘅持續專業發展課程。梁子穎建議政府參考西醫、中醫等等對醫療事故嘅懲罰機制，提高針對獸醫嘅罰則。而家就好簡單啫，你參與一啲嘅進修課程，我就當你有改善到。咁市民都覺得喂，好似懲罰好似好兒戲喎。咁我讀完個課程或者讀好快讀完個課程，咁我就可以避免咗一啲嘅懲罰嘅。係咪都應該檢討一啲嘅機制？譬如西醫、中醫又好，如果真係犯咗規嘅，起碼停牌都係即時。幾耐你先可以復牌，或者點樣可以再申請個牌？獸管局回覆話，
本港註冊獸醫必須每年續牌。為加強規管獸醫服務，自舊年10月開始，獸醫需要喺2025年10月之前連續2年參與持續專業發展計劃，並取得最少40分，先至可以獲發2026年或之後嘅執業資格。